搬掉了关羽。重庆狼队的话，则是把阿古朵送上了班位。他们这个班位都是挺针对选手的。黑猩虎，这老虎的话也是不能给小胖的，而且自己在蓝色方的一楼，在第一局比赛拿老虎的话，也有点烫手。确实啊，最后狼队是搬了一个鲁班大师，对，外面是沈梦溪、空空儿。看京东接哪个？沈梦溪直接接手，对，拿沈梦溪的话，我感觉狼队他可以反手就去做这个张飞火舞，对，张飞火舞了，都是可以拿的。或者是直接空空加公孙离也可以，因为空空儿也在外面，这不能给。自己不接空空儿 ，JDG 反过来就是沈梦溪加空空加公孙离了。没错。现世惊奇。红叶最多情。空空儿也是这个赛季目前2位游走位的选手使用的次数最多的，而且胜率也是非常高的。是非之间是的，大概没有绝对的规则。来一手飞，越是恐惧，飞去切公孙离，再来个狂铁。但是狼队有一把是用圆弹打飞，也引领了这个打飞的一个节奏嘛。对，那这把他3楼位要做选择，看是先出中还是先出野。拿了火舞。这么选的话，看北京 JDG 杨戬搬不搬？这打野放后手出，感觉有点东西。对，是不是要给小胖来一个杨戬？来个杨戬啊！大司命先搬掉。接下来我估计这3个班位应该都会去矛头直指小胖了。我觉得这杨戬也可以跟着搬。搬完杨戬之后，后面看他这边要不要搬个司空震或者夏洛特。小胖他直播的时候也说嘛，这个杨戬第一把。打京东的时候呢，直接拿，对吧？也不想给龟息用，他说自己杨戬玩的多。不过他也确实是那场巅峰赛，在社交媒体上能够看到很多人的截图和视频啊，画面太足了，杀了19个人，顶级打野。JDG 搬了，直接把杨戬送上班位。而狼队这边的话是3班发育路啊，孙尚香这边下空空儿分身打得特别快，然后袁绍和苍2个打公孙离的，这边狼队的话直接来了手凯，拿凯的话就是凯火舞加上公孙离加上空空儿，前期强度很高啊。JDG 这个阵容毕竟是一个野核嘛，飞还是需要去刷一些经济的。是的。现在看 JDG 他射手出什么了？射射手戈亚狄仁杰不太好用，对面是个凯，对，还你一片继续。选守约。阵容稍微偏发育一些了，想让绝艺去兜兜底啊。绝艺这个赛季用守约打公孙离的次数还挺多的。对，而且绝艺在这个赛季啊，场均10分钟经济排在全联盟第1啊。就是狼队大家都知道，小胖会刷的比较快，刷的比较多，但是绝艺作为一个发育路的选手，在场均10分钟的经济上居然领跑了所有打野选手。他这个其实跟个人能力也有点关系。对，因为绝艺他在这个赛季很多时候他是下路跟对面射手进行1v1对抗的，然后在1v1对抗过程当中，他往往都是能打出优势来。没错。而小胖在10分钟的经济上是7479，在打野位排在第1，所有全联盟的选手当中排在了第4。最后狼队是给龟七选择了影，这个阵容的冲脸能力非常强，不出火舞加上凯加上空空儿加上影，然后公孙离的话看情况而定。所以这把对于京东来说，他的这个双后排，还有无畏的这手少司源，站位需要注意。这把好像很危险啊，尤其是中轴这一块。中轴这一块，当双方中野辅都爆起来的时候，北京 JDG 的这个中野辅有些不够狼队的中野辅冲的。对，我感觉狼队拉扯消耗去打，就感觉狼队这个阵容看到就想开哈，很刚猛啊。差不多是一种火舞有闪，空空儿有大，他们就要去打架的那种形式了。没错，就是空空的他可以开嘛，火舞也可以开。而且 JDG 这个阵容在没有狂铁的情况下，他的正面确实是很容易被一冲就碎。JDG 这个阵容的选择应该是让百里守约挂下单丸，是的。然后少司源看看能不能在开局的时候帮边路的狂铁建立优势，对，打一下，打出优势来。因为沈梦溪的第一波线权肯定是能够拿到的嘛，除非是狼队换线。狼队这个阵容如果让火舞前期挂下，然后让公孙离过来吃中的话，那狼队就会很舒服了。是的，到时候凯和空空儿往前一挤，帮公孙离把两边草视野打开，那公孙离再前点清线就很舒服。对。而且影这个英雄他前期不强的情况下，狼队其实也可以把影给藏到边路去，让他去边路自己一个人吃塔刀。甚至说，狼队
这个开局啊，感觉都可以引走发育路。对啊，就是我说让把影藏到边路去嘛，藏到下路去，让他自己一个人去跟百里守约前期，你俩弱势英雄去边路自己玩。对，对着打。对，然后公孙离加上火舞加上凯加上空空儿上路直接强攻这个狂铁。狂铁把他压住。对。因为 JDG 他这套阵容的话，最硬的一块板就是青羽的狂铁了，只要把这块板给他卸了。JDG 这个阵容正面就没有强度，那狼队看到他们就可以开他们。而公孙离这个点，如果在边上有一个游走去帮他的话，2打1的情况下，狂铁他是不敢上去补刀的。对，看看 JDG 今天在对狼队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准备啊？因为狼队在这个赛季给我们展现的内容是多样化的，他的运营、他的团战手法以及他在前期的开局部署都有独到之处。就包括他们在打 TTG 的那场比赛，大家到现在还津津乐道的在谈。虽然说在那5局比赛当中，小胖有3波蓝区被禁，但是小胖并没有吃亏，他也有主动去做出对于对方野区的一些资源的置换和 buff 的置换，换得很快，他能保证自己经济不落后。就即便是前期被 TTG， 他在前期的野区进攻、入侵、反掉 buff， 但是你最后抬头一看，第一波野区刷完，小胖的经济依旧领跑全场，排在第1。这就得益于小胖他对局势的一个掌控力了。本场比赛是在重庆的主场进行，正2位战至终章。在蓝色方的是客队北京 JDG， 红色方的是主场队伍重庆狼队。进入比赛，我是解说瓶子，我是解说黄超。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现场观众。全军出击！空空儿已经摸红背，看到飞的一个刷野流向了。知道你也是个红开。那大家打野都是从下往上刷的。狼队是一个正常分线啊，正常分线他们中路就没有线权。对，这样在前期的第1波线之后的主节奏是在北京 JDG 的手中。是的 ，JDG 就围绕他们的一条优势线直接拿资源。而下路公孙离这边打守约的话是一个优势对线。对，公孙离可以去控资源。看这个。被火舞2技能的扇子拿走了，但是沈梦溪在那边卡着影的过程当中，耗着耗着就把归期给击杀掉了，青龙拿下第1滴血，耗着耗着把归期给炸死了。我们在正面聚焦在劣质的过程当中，青龙在旁边一直甩雷，这么快这1血拿的，然后资源也拿干净了，沈梦溪这把一个大优开局啊。青龙在这个赛季为队伍这是拿到了第3次的1血，而且青龙在这个赛季已经完成了在中路的位置的3次单杀，排在了中路第1。来看一下这波啊，看1颗雷、2颗雷、3颗雷、4颗雷，然后2技能打一下，再丢1颗雷。归期在旁边用自己的淋雨风暴跟着青龙对刮，你炸我，我刮你，最后发现我的伤害没你高，对，刮不动。这局比赛，托米看好的北京京东，而02和伪装看好的是重庆狼队的阵容。北京 JDG 阵容走的是一个消耗，然后让打野进场收割的阵容。重庆狼队的阵容就是走的强开路线了。小胖的第1视角，想约守约。是的，下路火舞1闪上去，大招带回来，再贴身给一个扇子，带走了决一的百里守约。下路越得很果断，但同时京东也在上路，上路不好越。再次给归期压力的话，归期已经有4级有大招了，只能反小野啊。然后影再传一手，空空儿再传一手上路，帮影这边协防一下。毕竟是传送空空儿，在中路的位置也是狼队的1波抢中。看目前的组内实时积分排行情况，狼队的话已经确定了 S， 他们要冲击的是在本个阶段的5个大场连胜。而北京 JDG 的话，他们这场比赛如果赢下了狼队，那么在明天的比赛如果 TTG 输掉的话，那么京东也将能够锁定 S。火舞溜边了，草里挂着。
波上路动手打一套，青羽回了一口，然后闪现拉扯开来，这也就狂铁能吃这一套激活啊。是的，而且这一套其实 JDG 有点预谋，就是让狂铁去慢一手，因为飞他一直等在后面，但是发现狂铁慢完第一波的时候，狼队的状态都挺好的，不是很好做斩杀，然后飞这波跟过来之后给一个大招，挂上玉花，但伤害不够，有野区保护机制在。没错，毕竟还没过4分钟，最终导致金羽阵亡。打野掉了，这波挺伤的，直接影响他刷野速率了。然后我们再看小胖他凯的位置已经在龙坑，刚刷的时候就做好准备了，要过来 rush 了。打得很快，看青龙在龙后能不能稍微抢一下，最终还是被小胖的凯把第一条暴君给控到，还能反小野。剩下的交给医生骚扰一下，记个时间。对，然后下路的话，公孙离始终保持着一个对百里守约的压制，总是能先过下路线权。这样的话，空空儿他就有很多时间可以再传到上路。他只要不被守约狙到的话，对线就没有什么压力。对的。进野区想要反金羽的 buff， 但是金羽用大招玉化把 buff 给保住了。那小胖就顺便反个小野，然后把家里的红 buff 给公孙离。上路断线，硬断啊！护着龟姬硬断，然后龟姬可以去推塔，医生可以继续在那卡人，继续压人啊！无畏这个位置被打到了残血，小胖开出了大招，然后中路兵线压进去，但是沈梦溪在旁边可以把线给清掉。外塔互换，是的，下路的话是让决议把一塔给推了，金羽在边上掩护他。他们在开局有一些小的摩擦，但是在主节奏上，双方都是围绕着自己，一个是上，一个是下在打。这波想蹲的话有点难杀，这个火舞是护甲鞋加个大吸血书，主要是这个护甲鞋有点劝退了啊。对，而且飞出手的时候，火舞可以一个大招直接打在飞身上，再降低他一波伤害。没错。这波上边抢，但是狼队整体往下靠，4个人过来，带着下路的兵线把京东的下一塔推掉。狼队的节奏目前没有受到什么干扰。京东的话，目前能做的就只是对于自己的野区做一些防守，因为他们这个阵容的射野都太需要发育了。对他们这个阵容的视野太差了。你挤视野挤不过狼队这个又有空空儿又有凯的阵容。对，只能被动的去防守。这波小胖就这么来的，就这么硬来，见人就上去开大招把人给逼走，如果你不走就死。最终带走了无畏，还破了下路2塔。是。这狼队这个阵容他有点不讲道理，就是他只有4个人，但是他4个人他冲进来，空空儿大招火舞的开团，凯的大招往里一挤，你只要对这个防御塔有任何的念想，你人就没了，看一眼就没。对，像我们做 BP 时候说的，这个阵容就是火舞有闪，空空儿有大，见面就开。哪怕狂铁到后面来正面，看到狂铁可能都会尝试去摸他一波。对，就硬打你状态嘛，打不死也把你打残了。谁是玩？龟姬现在的经济还是不错的，并没有因为前期的第一波阵亡而影响到自己的发育。目前的经济，风萧和龟姬排在了第1、第2，金羽排第3，小胖排第4。又是见面，直接一个大招先转起来。往回拉扯一下，但这波看有没有机会收，把医生给带走了。小胖此时开大招挤上去，给一个2技能公孙在旁边补输出。风萧是有红 buff 的，所以京东也选择了后撤。最后这个红 buff 由医生做出了代价，但是把红 buff 还是反掉了。但这波金羽其实是边带了一下，没有参与到防守。JDG 已经做好一个放红，然后让打野去边线带，来补经济的方式去弥补这一波红 buff要被狼队反的。他们现在2条边线都是放给自己家的核心去吃。是的。然后由青羽的狂铁，然后青龙沈梦溪，还有无畏的邵思源来顶。如果正面能顶就顶，顶不了就走。因为青羽他在那顶着，可以稍微挤点视野，然后无畏的话留个大招还是个救赎，可以去保他。在火舞没闪现的时候，光靠一个空空儿上去开的话，是挺难留住人的。跟目前狼队的这种阵容去做对抗的话，还是狼队的话语权更重一些。是的，因为主动权在狼队这边。对。
狼队想干什么，他们就能干什么。刚刚那一波的话，我感觉狼队是有点起杀心了，所以往阿尔塔草挤得太深了，对，深了一点，最终退不出去。那种直接动手的模式，一定要等火舞有闪现才能这样子。对。不然的话，医生上去的时候还是要留一点后手的。嗯。现在子焕的打法就是看到人就上去打一套。刚刚看到青羽也是上去就摸了一套，2、1、3，想要包一下飞，下路想追飞，飞这波看能不能走得掉。没办法，又是火舞的控制，直接把金鱼给打掉了，很果断。对抗异化，太快了，狼队。他们这一波其实原本想的是，反正你这波红需要刷了，我就往这边靠嘛。但是你下路如果飞在这个地方往前走的话，你漏了，那我肯定是过来抓你。直接包，对，其他人是卡不住的。这野区谁想卡，在这种空旷有大火舞有闪，那谁卡谁死啊，一举两得嘛。这个时候3线就可以都往前压了。飞在不倒的情况下，可以做到的就是自家野区被禁的时候，保证1条线是送出去的。但是刚才这波倒了之后，狼队的3条线都可以往前面压。京东其实在经济上维持的还可以，在这种狼队主节奏在手中的情况之下，他们的经济差并没有被拉得很开，而且射野发育的也还行。决议的经济6600，只比风萧对位差了300块钱。准备换龙，嗯。青羽顶在前面，龙金羽已经拿掉了，然后同时狼队这边小胖也处理掉了这条暴君，双方进行了一波龙的互换。看看这波可不可以压中塔，逼着北京 JDG 放暗影之境。没有选择，先选择回家拿资源。京东的人在中路比较多，狼队一直在让龟息刷钱啊，龟息已经8000了。就虽然说金羽的经济和小胖的经济、决议的经济和风萧的经济在对位上差的不多，但是龟息的经济现在有点太高了。把龟息经济养起来之后，然后让这个影直接冲进去，把伤害爆出来。他后续还能一直贴着守约。对。还是一个人先把这红 buff 反了，然后再绕过来。这正面北京 JDG 尝试压一下，太开大招出来把人给劝退，然后把中路这条龙兵给他清掉，但是中路还有个大龙兵在。沈梦溪的消耗很猛，但看一下龟息来了，谁敢过来呢？狂铁在旁边想卡一下，就没有能够把这个龙兵运到塔里。狼队还是化解了这一波北京 JDG 的大的主宰先锋。但是狼队的状态被 JDG 耗了很多。JDG 可以等后面这一条小的过来继续推，还在拉。哦，仇恨被拉走了。通常这种画面我们是在高地的附近才能够看到。这波过来了，冲进去一波集火，想秒掉青羽。青羽这个位置看能不能扛得住，扛不住了，最终还是被龟息给刮死了。小胖往回撤一下，这真是硬 rua 狂铁啊！这波狂铁是没有苍穹的，所以顶不住。这个血量抬不上来啊！对，我看无畏他技能全给了，没办法，子焕他已经有重伤装了，梦魇之牙出了出来，再加上小胖也有红莲斗篷。这单前排啊，京东这种，还是得他不祥做完之后再试着扛一扛。他刚刚如果要是有苍穹的话，说不定就能扛住了，可以扛一波。对，但老实说，他的经济有点低，7400块钱，他得把大量的经济贡献给金羽以及决议。毕竟这一把青羽要做的事情就是扛住狼队第一波，然后队友才能反打。像决议啊、青荣。他俩都得在青羽这狂铁的掩护之下打输出。反野数量12个，主要是红 buff 的这片野区。对。重庆狼队在这个赛季的场均反野是18.2个。这局比赛 ，JDG 在野区的防守反击和野区的资源的控制上做的还可以，但无畏这个位置要被集火了。正面冲进去，影的伤害他实在扛不住，小胖这波也过来，打出了决议的一个闪现，但这一波龟息想要去追击，
但是被拉扯了开来。可是中路的青羽的狂铁是扛不住的，沈梦溪这个位置交出了一个大招，但还是要被归期给拿下。这波北京基地站位有些过于分散了。邵思源是一个人在看野区的视野，然后正面的话，狂铁这波虽然有苍穹，但是他跟邵思源2个人离得很远，被逐个击破了。然后紧接着在旁边的双 C 也被归期的影跟了过去，对的，全部击走，所以造了一个青羽的狂铁身后空无一人。来回看一下这一波，这一波就是邵思源想看视野，直接被抓了，想看龙坑视野。这波等于是被归期把伤害灌满了，然后在中路的位置，狂铁身后一个人都没有，然后被集火带走，全被归期赶走了。是的，经济太高了。归期这波打完之后，经济已经来到了11000。苍穹破军，还差个碎星锤。刚那一波就等于是归期一个人追死了对面的游走，然后又赶走了双 C， 一个人弄走了3个人。伤害已经相当爆炸了。狼队的双龙会，就这把的整个中期，我们看到的是北京 JDG 让双 C 在发育，但是狼队他们其实一直在打4-1，他们的4个人的经济抱在一起，所以增幅没有那么夸张，但是这一个1就很夸张了，就很恐怖了。现在已经神装的影，谁见到都怕。空空儿进场，这波凯凯大刀也进场，把人给击走，青羽直接没了，被火舞给拿到这个头，左汉锋芒毕露，下路高地也突破，那经济差来到了9000。下路的龙兵被拉扯住了，但是后面还有一波龙，中路和下路。空空儿大招好了，这波狼队要找机会开。火舞是有闪现的，空空儿先到正面去，而且能量是满的。对 ，JDG 不敢守，直接放，守不了，没前排。医生没状态就回，然后再传送上线。就这把这种阵容做出来之后，小胖是很开心的，他特别喜欢这种我能够在你的野区横冲直撞的阵容，而且他身后的人都是可以直接跟的，又开大冲进去了，把人给逼退，上路的兵线压进来，然后为这个位置直接被秒掉，又是归期的爆发，而归期的话这一波身上也是个复活甲的，站起来之后看能不能走掉，被打碎了名刀之后一丝血没能撤走，被狂铁给收下，而这个不知火舞跟一个1技能，但是这个扇子没有能够命中。一波打完，北京 JDG 还剩2脆皮，俩双 C 在后头，3路线一起压上。京东实在是打不动狼队这个阵容，而他们如果一个站位靠前，就容易被子焕以及归期的爆发给秒掉，而且风箱的公孙力也特别灵活，这个地方直接跟过去点一下，再点一下，决一这个位置一个大招没有能够走掉，最终是被空空儿一生给收下。中路有兵线可以直接一波结束比赛，让我们恭喜重庆狼队拿下第1局。阵容扎实，阵容强度太高，阵容太扎实了。像我们说的小胖这把打得很开心，他这个凯见人就开大，冲。